被深爱的竹马送去敌国和亲后，3年后我回京，面对他时无悲无喜，他却跪下来拉着我的手，他哭着求我看他一眼。还记得及笄前，我是京城的9公主，父皇在世时常常把我叫去书房陪他下棋。当时我年少懵懂，情窦初开，只觉得立在廊下的少年郎分外好看。他一袭清贵白衣，身姿如松如竹，长相贵气出尘，害得我下棋都难免分心，连输了好几盘。父皇看见我的样子，笑着打趣我：小九喜欢他，不如等你及笄，父皇给你赐婚。我不好意思的把脸埋起来，他摸着胡子哈哈大笑。后来父皇驾崩之前，把哭得满脸泪的我拉到床前，那时他已经面色清白，一旁的御医也说他就吊着一口气了。小九，书房的棋盘旁边有一道圣旨，你记得及笄那天拿出来。说完，父皇就没了气息，周围的宫人齐齐痛哭。可是我及笄那天还没拿出父皇留给我的圣旨，就被那人亲手送给了敌国太子。9公主，奴来接您了。一只纤白小手伸了出来，从轿帘对面伸了出来。我认得，这是我的婢女玲珑。我伸出手搭上她的，掌心轻微颤抖。从轿子里出来，看见黛瓦红墙，我恍如隔世。9公主，这次您回来，奴帮您出气好不好？奴让侍卫们都守在陆府门口了，只要您一声令下，定把那陆家2小姐打得1个月都下不了榻。因为3年前本应该去往敌国的是陆家2小姐陆运，她在2国宴会上惹怒了敌国太子，那太子性情桀骜，让当时我年仅7岁的皇帝给他一个交代。父皇驾崩后，谢瑶成为丞相，辅佐我年仅7岁的皇帝登上帝位。他甚得民心，在朝堂之上，他说的话说是圣旨也不为过。只有皇室血脉才能体现诚意。他一句话，我成了庆国第1个女使者，前往敌国交涉。玲珑还是和3年前一样，天真可爱，清瘦的脸上还带着从前的傲劲儿。我面无表情的摇了摇头，不了玲珑，我现在只想睡觉，我太累了。可是这一觉注定睡不安稳。半夜我被玲珑晃醒，她面色焦急。公主，我们这儿走水了。我被玲珑背起来，穿过烟熏火燎的走廊，她把我放在庭院的大树旁。以前我老爱坐在这里荡秋千，对玲珑说一些私房规划。不远处火光漫天，把天空都烧得滚烫，工人们奔走着救火。公主，玲珑叫我，我侧过脸看她，她脸上的泪珠如线。我用袖子给她擦，问道：怎么了？好端端哭什么？她憋了半晌，才哇地哭出来。公主，你是不是在外面受苦啦？她是觉得我趴在她背上的时候太轻了，和从前相比瘦了太多。我淡笑着摸她的头，傻丫头，我可是9公主，谁能让我吃苦？走水的消息很快传到谢瑶耳朵里，她如今住在宫里，消息灵通的很。她很快便出现在我面前，还是容颜未改，清正端方。可我是不想再看见她的。公主的宫殿还需修缮，不如换一个地方住。她身旁的小黄门建议。玲珑接话道：丞相住的礼华宫就很好。她还惦记着我喜欢谢瑶的事。玲珑被我护到身后，我淡声道：玲珑说错话，还望丞相大人见谅。我垂下眼给她行礼，所以没有看到她微微蹙起的眉。从前我不会给她行礼，也不会喊她丞相大人，总是缠着她带我出宫去玩，对她也常常笑脸相迎。玲珑以前也会骂我太上赶着，可是当时我太喜欢她，以至于都忘记了我是9公主，是整个庆国最尊贵的公主。
我还是住进了礼华宫。谢瑶只对我叮嘱了句，不要惹事，就让工人把我的东西搬进了偏殿。他常常在院子里的凉亭下看书，我为了和他避开，几乎没有出过偏殿。玲珑把刚绣好的手帕往我怀里一放，语气幽怨，公主，我的好公主，你以前最不爱闷在屋子里了，现在只整日待在偏殿睡觉。玲珑陪您出去寻些新鲜玩意好不好？他捏着我的手，我安抚着拍了拍他的。你去看看凉亭里的人走了没有？走了，我们就去外面逛逛。玲珑不解，公主，你不喜欢谢丞相了吗？我简单的笑了一下，都是过去的事了。玲珑看我不想再提，于是也就不拉着我出门了。礼华宫里，守在凉亭旁的小黄门觉得很奇怪，以前丞相都是坐在书房里看书的，这2日不仅坐在凉亭看，还一看就是一整天，而且脸色还越看越难看。九公主，丞相请您去陆府参加品茗宴。工人前来宣报，我点点头，算是应下。陆府的品茗宴办得很热闹，不少达官贵人都去捧场，这里自然少不了谢瑶的助力。听说有他的举荐，陆府如今才能节节攀升，成为新贵。玲珑给我换好衣服，发现我手上多了几层茧子和伤口，愤愤道，要不是陆运，我们公主哪用受这种罪？他总是孩子心性。谢瑶是讨厌我，才把我送走的。陆运是他喜欢的人，自然不能送去敌国。我本不和谢瑶乘一辆马车的，是他身边的小黄门说顺路，玲珑才把我扶进了车轿。他还是和3年前一样，明月之姿，坐在主位上看书。我坐在和他相距最远的位置，透过窗户缝隙，看着外面的景色，一时寂静无话。这样很好，他以前是最厌烦我吵闹的。宫殿还在修缮，约莫要半年才能修好。他突然出声，声音还是冷冽动听。我点点头，表示知道了他的安排。他却把手里的书页捻了又捻，像是在走神。我只当他是觉得和我待在一起觉得窒息，于是开口，马上就到了。谁知他听完脸色更沉。阿瑶，你来啦！一道明朗活泼的身影走出，是陆运。谢瑶看见他，像是心情好了一点，淡然的点了点头。而后陆运才看向我行礼，见过九公主。他亲切挽着我走进宴会，和诸位客人打过招呼后，我寻了个僻静角落坐着。那个九公主从前不是傲得很吗？在秦国待了3年，再傲也没用。说是使者，谁知道他在边做什么呢？听说秦国太子暴虐又花天酒地，他说不准。这些闲言碎语早就伴随着我回宫，不断在我耳边响起。玲珑气鼓鼓的拎起袖子想要骂回去，我按住了他。好玲珑，不气不气，闲话任他们说。坐在不远处的谢瑶闻言却是一僵，被手里滚烫的茶水烫到手，才猛然回神。其实我以前是最讨厌别人说闲话的，因为一句争执，我和玲珑就能抄起东西同人干架。可是现在，我早已不是从前那个骄傲自义的小公主了。碍于众人在场，面对陆运递给我的糕点，我勉强吞咽了下去，打发走玲珑，然后在后院的角落处吐了个昏天黑地。九公主，我做的糕点也没有这么难吃吧？陆运带着她的小姐妹坐在廊下，嬉笑着看我狼狈的模样。谢瑶走过来，看见我把糕点吐了，面色一沉。我知道她不瞒我，辜负她心上人的心意，可是我真的吃不下。丞相大人，我想要解释，可是喉咙苦涩，一时说不出话。不想吃可以说，何苦浪费别人一番心意？
九公主还是和从前一样，没有半分长进。她面若寒霜，我知道她生气了。陆运走上前哄她：阿瑶，别动气，公主能够强尊玉贵来参加品茗宴，已是陆府荣幸。说完，她又笑盈盈地看向我。公主既是阿瑶的朋友，便也来参加我和阿瑶的定亲宴吧。谢瑶就要定亲了，我抬眸看向她，她没有否认，目光紧紧盯着我。我垂下眼，那便预祝二位永结良缘，琴瑟和鸣。陆运微微讶异，毕竟要是放在3年前，他这话都够我把陆府都拆干净。不过很快他就收敛了神色。多谢公主。众人一看没有好戏了，便作鸟兽散去。回城的时候，我还是和谢瑶同乘一车。静默良久，他终于开口问：从前我们……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。从前追着他跑的那段日子里，京城里不少人都知道我爱慕他。如今他要定亲了，我也不该给他添烦忧。于是我打断他：从前是我不知羞耻，举止不端，我不会再旧事重提，还请丞相大人放心。话音刚落，他却靠近我，冷声质问：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不会打扰丞相大人的婚事。陆运很好，你们很般配。我说些吉祥话，想缓和气氛，毕竟提到陆运，谢瑶想起他也会开心一些吧。谁料谢瑶听了这话，把手里的书猛地往下一摔。车架正好停在礼华宫门口，他先下车，把我扔在身后。他身边的侍从小心翼翼地跟上去。我被玲珑扶出来，真好撞见来找我的皇帝。他如今15岁，眉眼很像我们的母妃，气质冷冽，自带帝王之气。看到我时，他唤我王姐。我拉着他走进礼华宫，他陪我说了好一会儿话，大多时候都是他在说，我在听。我们小时候感情很要好，后来他坐上帝位，每日忙于朝政，也就疏远了不少。如今再见，他看起来精神不少，我自然是高兴。王姐，不若朕下一道旨意，给你和谢瑶赐婚怎么样？他也记得我围着谢瑶转的日子，那个时候我巴不得把一腔爱意都给他看。有一年冬天的时候，想给他做一副护膝，手指头都戳破了，玲珑哭着给我上药。可是那副护膝他随手送给了侍从。为了给他解闷，我特地找工人学了皮影，练了许久，邀他一观。看完后，他却只是冷眼看我。以后不要弄这些无用之物了。他总是说我做的都是无用的事，对于他来说，不是陆运做的，那就是我也不愿为我们之间的回忆再添上不快。于是我看着皇帝，轻声道：算了，再多的圣旨对于他来说都是枷锁，娶一个不爱的人就是痛苦。3年前他不肯留下我，如今我也不想要他了。谢瑶给我送了许多我从前喜欢的点心。小黄门把碟子摆在我面前，摆了整整一桌。公主请慢用。我拿起一块放进嘴里，梅花糕的香气甜腻，我却尝不出什么滋味。吃了半块就不想再吃，我放下糕点，还是想睡觉。一觉睡到黄昏，我缓缓睁眼，想要坐起来，却在下一秒眼前一黑，彻底陷入黑暗。玲珑发现的早，急急跑出去叫御医，鞋都让他跑掉一只。小黄门看见玲珑，急忙把御医带进礼华宫。我是被玲珑的哭诉吵醒的，小姑娘哭起来惊天动地的，我耳朵里像是被谁塞了炮仗。丞相大人，我们公主背上有什么？她不敢再说下去了，
只敢呜呜的哭。女御医向屏风外的人禀告，公主背上除了有不少针孔，还有脓印，她身体虚空，如今的精神都是用补药调出来的，恐怕时日无多。谢瑶闻言，手里的茶盏被他生生捏碎，瓷片划破了掌心，他也没察觉。他身形晃了晃，险些站不稳。怎么会？明明说好了。我不知道他说好了什么，其实我只想知道一件事，丞相大人有没有收到过我的信？我虚弱着开口，他嗓音沙哑，半晌才答，收到过。我释然一笑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明白了，不是不知道我受苦，而是知道我受苦却能隔岸观火。此时此刻，我竟然还有眼泪掉下来。沈离，你真是眼瞎，看上这样一个烂人。在敌国的日子很难挨。头一年，敌国太子秦越让人用针扎我，骨肉钻心的疼。我叫道，嗓音嘶哑，背上是密密麻麻的针眼，因为我不肯在他面前自称为奴。那时我的傲骨还未被人寸寸打断，忍着疼，我还能勉强挨下去。一国公主怎能屈尊为奴？寻到机会，我就给谢瑶写信，我不信她那么心狠。可是一封封的书信送过去，始终没有回音。第二年，秦越让人把我包了衣服送到他的床上，我不肯，用一根木簪差点戳瞎他一只眼。他大怒，要把我送到青楼楚馆。这时他身边的一个小太监低声说，公主最重名节，不如让她去唱曲，听说庆国最下等的就是唱曲的人。我抬眸看了那太监一眼，只看见他一截雪白的脖颈。秦越便把我丢去青楼楚馆唱曲。比起真正失去名节，这种有理说不清的憋闷更让我难堪。那天之后，我再也没有自称公主，